Hello，各位好，我是 Revision Lab 修诊所的阿修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，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，再打开旁边小铃铛，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。也帮我按个赞，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，谢谢大家。我们现在正式开始。好，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超级有趣的话题哦。表面上看，这两个概念简直是天作之合，堪称思想界的黄金组合。一个是达尔文的演化论，它完美解释了生命是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繁衍下去的。另一个则是佛教的业力轮回，它解释了生命为什么会以现在这个样貌存在。你看，一个管如何，一个管为何，听起来是不是互补的刚刚好？但这段长达100多年的友谊，真的有我们想的这么单纯吗？我们今天就来当个侦探，深入拆解一下这段关系。好，我们先把时光机开到19世纪，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？那是一个科学跟宗教每天都在报纸上、在演讲厅里吵得不可开交的年代。而在这场大战里面，达尔文最忠实、最剽悍的战友，甚至被封为达尔文的斗牛犬的汤马斯·赫胥黎，竟然公开说了这么一段话。哎，你想想看哦，这有多么惊人！演化论的头号捍卫者竟然公开去赞扬一个来自东方的宗教核心思想，还说它跟演化论有很强的共通之处，这在当时绝对是一颗思想界的超级震撼弹。其实不只是赫胥黎一个人这样想，在当时整个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潮里面，很多知识分子和一些新兴的灵性团体，像是当时非常有影响力的神智学会，都把佛教捧得非常高。他们普遍认为，在所有古老的宗教里面，佛教是唯一一个能够跟现代科学，特别是演化论，完美相融的。在那个年代，相信佛教跟科学可以合而为一，几乎成了一种知识分子的时髦，一种流行的态度。所以问题就来了，这个流传了100多年的普遍看法，这个听起来很美好的科学与佛法的联姻，它真的站得住脚吗？当我们把业力法则跟天择理论放到显微镜底下来仔细检视的时候，他们真的是好朋友吗？还是说，其实他们从骨子里根本就是互相矛盾的？接下来的分析可能会彻底颠覆你的想象哦。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好，在比较这两个庞大的系统之前，我们必须先真正搞懂佛教里的业力到底是什么。它绝对不是我们平常挂在嘴边那种“哎呀，我今天好衰哦，一定是我业障重了”，不是这么简单的。在佛教的世界观里面，业力其实是一套极度精密，甚至可以被称之为是心灵世界的万有引力定律的系统。首先，我们要厘清一个最大的误解 ，karma， 也就是我们说的业，它的梵文原意非常单纯，就是行动或是作为。它不是命运，更不是那种你什么都不能改变的宿命论。恰恰相反，它是一套非常理性的自然法则，就像物理定律一样，只是它作用在我们的道德层面。简单来说，它就是一套道德因果律。你出于什么样的意图去做一件事，这个行为就会像播下一颗种子，未来就必然会结出相对应的果实。这里的关键字，请大家划重点，就是意图。我放慢速度再强调一次哦，重点是驱动行为的那个意图，而不是行为的表象。那这套法则具体是怎么运作的呢？我们可以把它拆解成4个标准作业程序 SOP。第一步，一切都开始于一个意图，也就是你的起心动念。第二步，这个念头会驱动你去做出行动，这个行动可能是身体上的，比如你动手打人，也可能是语言上的，比如你说谎，甚至可能只是心里的一个念头，比如你起了贪念。第三步，一旦行动完成，一颗我们称为业种的种子就会被种在你的意识流深处。这个意识流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条永不间断的心灵之河，它贯穿了你的生生世世。最后第4步，这颗种子不会马上发芽，它会随着时间慢慢成熟，等到各种因缘条件都具备了，它就会结出果实，让你体验到快乐或是痛苦。
所以从佛教的观点来看，你现在生命中经历的每一分快乐，每一分痛苦，都不是偶然的，都源自于过去某个有意图所驱动的行为。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？不，这套系统比你想的还要复杂精密。为了说明这一点，我们来看看佛教的哲学家们是怎么去分析一个具体行为的。比方说，他们以一个负面的行为邪淫来当作例子，一个单一的行为竟然会产生3种不同层次的后果。你看这张表格，第一种是主要效应，这是最直接的，可能会导致你下意识投身到比较差的境界，像是动怒道、恶鬼道。第二种叫做等流效应，就是说这个结果的性质会跟你的行为性质相符合。就算你下一世很幸运又当了人，你也可能会遇到一个不忠诚的伴侣。第三种更悬了，叫做环境效应，它甚至会影响到你所处的物质世界，比如你投身的家庭环境总是脏乱不堪。哇，你看，这是一个多么精确、环环相扣的系统，一个行为竟然能产生这么深远而且多面向的影响。这就是佛家经院哲学在分析的业力法则，非常细腻。好，我们现在对业力法则有了一个比较深入的理解了，对吧？它是一套由意图驱动、非常精密的道德因果系统。那接下来重点来了，当我们把这套系统跟达尔文的演化论放在一起比较的时候，那段看似美好的友谊就开始出现裂痕了。第一个最根本的冲突就在于运作的机制。天择的核心是什么？是随机性。基因突变是随机发生的，它没有方向，没有目的，完全是一个无意识的过程。哪个突变刚好能适应环境，哪个就能存活下来，就这么简单。但是业力法则完全相反，它的核心是意图性。每一个结果都不是随机的，而是由一个非常精确、有意识的道德意图所造成的。就像达赖喇嘛也曾经说过，从佛教的角度来看，演化论里面纯粹随机这个概念是非常令人不满意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业力的世界观里面，没有任何事情是偶然，一切皆有因果。第二个冲突点，也是一个几乎无法调和的矛盾，就是关于意识的起源。从演化论跟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，心灵和意识是物质高度复杂化之后的产物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我们的大脑这个物质器官在演化到某个复杂程度之后，涌现出了意识，所以物质是第一性的。但是佛教的看法完全不同，在心物关系上，佛教是彻头彻尾的二元论。他们认为心灵跟物质是两种根本不同性质的东西，物质绝对不能产生心灵。那意识是怎么来的呢？意识只能来自于前一刻的意识，这一刻的心来自于上一刻的心，这样无限地往前推。所以一个新生儿的最初那一念意识，必然是来自于他前一生的最后一刻意识。你看，这个逻辑直接就导出了轮回的必然性，也完全否定了意识能从没有生命的物质中演化出来的可能性。不止如此哦，还有更多冲突点。比方说时间观，演化论给我们的途径是一种从简单到复杂、不断进步的线性时间，但传统的佛教宇宙论描述的却是一个简洁的时代。也就是说，人类的平均寿命、智慧跟道德其实是在不断退化的。另外，物种的概念也完全不同。演化论的基础是不同物种之间有着明确的界限，但在佛教看来，根本没有什么固定的物种，只有一个统一的有情物种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无尽的轮回里面，每一个生命体都曾经当过天神、人类、动物、昆虫。你今天是一个人，下一世可能变成一只蚂蚁，这完全是取决于你的业力，而不是你的基因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冲突点了，对吧？但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，可以说是这两套系统最根本、最戏剧性的对立。它关乎到这两个系统各自指向的终极目标，也就是它们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。让我们先问自己这个大问题：存在，或是说生命的终极目标究竟是什么？达尔文的演化论和佛陀的教法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两个截然相反，甚至是南辕北辙的答案。
对于天者来说，答案非常简单，甚至可以说是冷酷。它只有一个目标，那就是生存。整个演化机制的驱动力，就是一股无意识的、毫不留情的巨大力量，驱使着基因想尽一切办法复制自己，让物种能够一代又一代的延续下去。生存就是一切，它没有更高的目的，也没有任何道德判断，就只是为了存在而存在。而佛教的终极目标，你会吓一大跳，正好是演化论的反面。它的目标是灭绝，而且这是一个有意识的、刻意去追求的目标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涅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佛教认为轮回本身就是一种痛苦，因为只要有生，就必然会有老、病、死。所以修行的最高成就不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好、更久，而是要主动的、有意识的去介入这个轮回的循环，然后彻底的把它停下来。这里的灭绝听起来可能有点可怕，但在佛教里面，它并不是一个负面的概念。Nirvana 这个梵文词，它的原意是吹灭，就像是用一口气温柔地吹灭一盏蜡烛的火焰。那它要吹灭的是什么呢？是造成我们痛苦和轮回的根源，也就是无明、贪爱和嗔恨这三毒。当你透过修行，用智慧彻底根除了这些东西，那些会导致轮回的业力种子就被彻底烧毁了。没有了燃料，轮回的引擎自然就停止运转，这被视为是从根本上终结一切痛苦的最高成就。所以，当我们把这两者放在一起看，就会得到一个非常惊人的结论。佛教思想，它的本质不是不科学，而是彻头彻尾的反演化。你可以这样想，演化论的整个机制是为了让你继续玩这场轮回的游戏，而且要玩得更好，玩得更久。而佛教的全部教法都是在教你如何退出这场游戏。一个是拼命踩油门，一个是想尽办法踩刹车。当然，现代有很多人试图让佛教跟科学相融，但如果要做到这一点，你会发现你必须抛弃掉佛教最核心的那些元素，像是轮回、业力、天神、地狱，这些全都要被当成是过时的、不科学的文化包袱给丢掉。那最后剩下的是什么呢？只是一个被驯化了的无害的哲学或是心理学，教你怎么样放松，怎么样活在当下。这当然也很好，可是它已经失去了原本那种彻底颠覆你世界观的革命系力量了。这就像学者小党哪的罗佩兹所说的，这句引言总结得非常好。我的建议是，让我们允许佛陀留在世界之外，与这个世界以及科学完全对立。这句话的力量在于，他认为我们硬要把这两个东西凑在一起，反而会削弱彼此，让他们保持对立，反而更能凸显各自的价值。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，也许佛教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于它是不是符合科学的描述，恰恰相反，它的力量可能就来自于它的不相容。它对科学所描述的这个世界提出了一种最激进的批判。科学教我们如何在这个系统里面更好地生存下去，而佛教则提供了一条路，教我们如何彻底地逃离这个系统。最后，我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思考。如果说科学的目标是解释如何在世界中生存，而佛教的目标是提供一条逃离这个世界的道路，那么对你个人而言，哪一个问题更重要？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并没有标准答案，但思考这个问题本身或许就能带给我们很多启发。好，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。第一，业力与演化论在19世纪曾被认为是天作之合，但深入分析后发现两者存在根本性的矛盾。第二，核心冲突点在于随机性 versus 意图性的运作机制，以及物质身心灵 versus 心灵独立的意识起源论。第三，也是最关键的一点，演化论的终极目标是无意识的生存，而佛教的终极目标则是有意识的追求灭绝，也就是涅槃，来终结轮回之苦。这使得佛教在本质上其实是一种反演化的系统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，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，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
开启小铃铛。我们正在冲订阅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